他就说，谁让你开那个空调？这个钱你可以付吗？说没有啊。他说好，你现在快15岁，我12岁就出去打工的。现在你的选择是，你出去找一个工作，你继续在这住，要不然你就赶紧出去，你自己解决住宿啊。Yeah， 这也太狠了！这个中国人这是为什么我受不了吧14、15岁开始工作的。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跟人说这个故事的。他觉得你简直，我觉得像个电影的故事一样。这要在我们这儿就叫狼式的教育。因为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一直很生气的，我的脾气、我的态度特别差，因为我们家是没钱，一直在被其他的学生欺负的，每天就会被其他学生打，还是欺负，还是那样的。然后我就觉得生活特别不公平，跟我父母生气。会被欺负吗？肯定啊，所以我就觉得生活是特别不公平，特别没意思。我就是对谁都生气，对什么都生气，什么都不满意的。所以我就那样开始打拳，我就觉得这个是有意义。我付出的多少，我得到了多少。在生活其他的地方，我付出的多少，你得到的也可能是0，你也控制不住。那你学了打拳啊？那个他们那个跟人打过架吗？有，就是有人欺负你有，但是开始的时候是我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学拳之后，就是在学校也人知道我是学拳的，他们看了就看得出来了，因为身体都变，什么都变了。后来我就不用保护我自己，因为没人欺负我。最后我跟别人打的就是因为我看他就是欺负其他的孩子，最后行侠仗义了，开始。那我就去跟他们打了。所以其实你小时候，我估计你学拳之前，你的形象也是个比较瘦弱的小孩。对，又弱又胖又敏感的，就是喜欢艺术的东西，不喜欢打橄榄球，不喜欢篮球，不喜欢这些东西，男人的东西。因为我爸也是这样，我爸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就是觉得生活的意义就是给社会贡献。如果你不给社会贡献，你存在都没必要存在，是吧？确实长大在我那个家庭确实很痛苦。你看咱们那个李玫瑾，我们一个嘉宾，一个心理学家，我发现他教育孩子就是这个招啊，很直接。因为我就说很多男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你知道吧？我小时候也碰见这个，说个怎么办呢？就是他的办法很简单，他说你让他去练拳，练摔跤，或练个武术。其实他说的跟你的例子是一样的。他说一方面呢，他练拳呢，练摔跤，他身体练强壮了，那些孩子就不大敢欺负他了本身。再一个，他也练习他的意志。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你练拳就是因为你想打架吗？没有，我练拳是因为我不需要打架，我不想打架。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哲学最高明，那个武字，武叫止戈，就是练武是为了不打。这中国人把什么都说的特玄。所以你爸爸现在应该为你感到很骄傲了吧？不管他给不给压力的，你之前经历过的整个的那些教训的那个经验的，永远会在你里面的。他跟我说话不跟我说话无所谓，我面对一个情况，我在脑子里就能听到他的声音。问题是在这儿。哎呀，我觉得他你知道吗？我觉得弗洛伊德应该给他看看病，他好像有点这个跟父亲之间，好，父与子之间，我觉得你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可能对你有很大影响，是吧？甚至我们说的，他父亲应该是一个很威严的那种，形象，在他心里很严厉。你看，有点像那个李安，也是觉得父亲就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权威的。形象啊，因为他爸是校长嘛，老觉得他不务正业拍电影，李安的成绩也不好嘛。然后我记得他说他那个时候拿了那个奥斯卡奖，他爸说，那你现在总可以做点正经事了吧？就觉得拍电影拍到拿奥斯卡奖都还不正经，你之后总算可以做点正经事。他父亲也是知识分子啊，对，儒家的知识分子。你像他的父亲等于是新教伦理下的那种。我爸今年70岁，他还在上课，长途的电脑的那个上课，在拿一个 master， 在拿一个这个，他在学习，还在学习。这个也不是他而已，其实
犹太人本来就很多是这样的，真的是。犹太人的你以前住以色列对对，他们说的3件事，就是说多久？最重要的3件事叫什么？学习。我爸是这样的，我妈每天我爱你，我特别爱你，你干的一切都是好。为什么孩子欺负你？因为他们吃醋什么的，就这种都是肯定。你听到妈妈的肯定就是好，我也爱你这样的。但是你听爸爸的肯定，你1个月就很开心了。对，是不一样的。你给他看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对吗？所以不能夸得太廉价了。其实就是我之前一个女朋友这样，我经常说我爱我，她说现在你说我爱我我没感觉。我爱我？哎，这不是吧？你爱我，你一直在说你爱我，现在都没感觉了。这不是吧？就不如你就1年跟我说1次，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很爱我。你碰见的这是什么女侠？这个有点不符合一般我们对女孩的理解吧？我对女孩的理解是，一天说她就一天说24次都不嫌多啊。你碰见的是什么奇葩？他就认为，他就说你说的太随意的，你爱我，你说是不是前女朋友就说你爱他嘛，什么这样的？我就是这个是我的经验。他应该不是个美国人，有性格。他是美国人，他是美国的华侨，有性格。我觉得可能他不太爱他，要是个女的这么跟他，你看是不是？是，要不然现在还在一起吧。然后呢？现在他好像是嫁了一个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就搬到以色列，好像是。谢谢您，再见得了，谢谢。欢迎大家就是来到我的家里。哦，太棒了。这都是你的家呀？对，就是咱们这边大概有个5、6千亩草地，都是咱们家的，就眼睛目前能看见的地方都是。地主啊。你说的家就是你的家？这个也是我的家，因为家里的孩子跟我就是一个拜把子，结拜兄弟。结拜兄弟。对，所以家里的阿爸阿妈也都是我的爸爸妈妈。这是我的奶奶。哦，奶奶有70岁。70岁了啊！对，今天编的小辫子。哦，哎呦，特别好。今天编了好多小辫子。哦，你看这小辫子，自己编的呀？嘿，哦，这一家啊哈。你们不要忙了，不要弄了，真的不要弄。这个是咱们家里的牦牛肉。哎呀，谢谢，你看看。最早的时候我是，就是徒步来的青海，在北京待了很多年，压力比较大。那个时候嘛，年轻啊，那成功大家都是代表的，就是说这个要有很多钱啊，或者房子呀、车啊这样。那我也不例外，追求这些，但是不是光努力就可以达到的。后来就背包出来以后，然后走到了甘肃，然后就脚骨裂了。但是自己的心里还是一直想去藏区，能减轻自己心里不安的这种情绪。但其实现在返回来再去想的时候，结论不是这样的。人在哪里都一样，心不安定，在哪儿都是矛盾的。心安定了，处在任何再闹的城市当中还是安定。是去赛马的，这些所有的车拉马都是去赛马。对，今天下午有。对，应该去看那个。大老板，我像大老板吗？买马来的。他这个比赛是咱们偶然碰上的，应该是来的比较巧。对，来巧了。但是他不是逢年过节举办的，是想举办就举办。不是，今年不是这个疫情嘛？对，咱们这个人尽量不让聚集，上半年所以这样的活动就比较少。然后就是基本上今年的活动就集中在下半年。哎，他们选的这个马呀，是用作劳动的马，是不是？就不是用作这个速度的马。2种，平常跑的也有，专门就为赛马的也有。然后村里边他干嘛养这种专门为了赛马的马？有，因为有奖金嘛。
奖金有多少？今年我不知道这次是多少，有比较高的，有几十万的，上100万的也有。就冠军，对，冠军啊！冠军啊！哎呦，但是你说像他们这种矮马，他比得过这些速度马吗？肯定比不过。但是大家就是来，就是一个是为了热闹，大家就是知道自己可能得不上名次，但是还是愿意一起玩，这就玩儿。对，一起玩。哎，韩伟他们拍那个出发那一刹那的嘛，那有一个特写镜头拍那个哨子，吹那个哨子，就最后这个镜头就是嘟一声，咵就万马奔腾出去了，就要这样的镜头。发令的，就是拍到他就跟这个发令枪一样，啪一下，咵就横着就全出去了。来，咱们看看这个。对吧？对，这条线。你就待会儿这个机位，你就这样让他一起。一个是他同时出发，我们从这儿拍哈，就一溜码头，你知道吧？一溜码头，他这一起出发。不是，你听我说啊，最好还有一个机位在这儿。就比较随性啊，对，比较随性，对，很有意思。没有说大家都必须都在骑手，对，骑手可能还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呢。是，也不管谁抢跑不抢跑是吧？对，差不多凑齐一堆就开跑。对。好，哎，这次我感到这一队是有秩序的，他们能比出真实的水平。在文涛的指挥下，至少大家都自觉的在白线后头了，对不对？这个咱们要拍好啊！对，这次相对整齐啊，同志们，咱们要赛出水平啊！有领导不要讲话，大家都站在白线后头，你瞧瞧，明显守秩序多了，你知道吗？来，我这又跑起来了，我天哪！先别打个招呼行吗？我说，打个招呼可以吗？这不算开始啊！重新吹哨。好像不太严肃是吧？凑齐一堆，甭管谁先谁后，差不多就跑吧。整个在草原上基本上都属于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属于中型的，然后比较大型的还就是有，但是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自由自在的玩儿。这就是一个大分。给那个马披上那个彩带吗？就是祝贺的人多。哦，就很有面子吧，就是觉得很光彩。有的那戴的都那个马都看不见了。有的就头上有一个什么的，就是祝贺的人少。他会自己买吗？也不会自己买。自己不会买。那有的那马身上就没有，就说明他没有得名次。好，谢谢你啊，谢谢。这戴的多漂亮！你看这马，天哪，戴的多漂亮！你好抱，可以抱一下吗？来，我抱你一下好吗？抱你一下。哦，赛马的。你喜欢看赛马？看赛马。你看这马长得多苗条，你像这马长得就苗条，你看这个是小马。来给我翻译。就是这个马现在是2岁，然后他参加了10多次，这个就是准确的是17次，2岁参加17次，对，然后但是就是很多次得了那个第一，这么点小马，对，他跑得快是吗？跑得快呀。大小是同一个年龄，都是2岁嘛？都是2岁。我说他怎么跟大人跑呢？儿童组冠军，对。儿童组今天是得了第几名？今天第2吗？13匹里面是第2名。13匹里面第2名，亚军。
亚军就披彩绸了是吧？那以前得了冠军有奖金吗？有啊。有多少？最好的是冰箱。冰箱啊，奖品，奖了个冰箱，我可以摸摸它吗？可以摸摸呢。先要让它这样，是吧？先要给马闻一下，然后你要把你的大拇指藏在里面，给马的时候，可以闻一下。哎呦，磕了人家牙了哦，闻一下啊。哦，哎呦，好宝宝，哎呀，太好了，你好啊，小宝贝。真厉害，才2岁啊就跑第1名啊！哇，太厉害了！他参加这么多次比赛都得第1啊！鹿好，哎呀，叫露露，哈哈，露露啊，就是那个鹿，一头鹿的鹿。他的母亲从小就死了，他是自己认养的那种。哦，他就是他的爸爸，你知道吗？是吧？可以说，他是母亲从小，哎呦，孤儿是不是？对，真可怜。那时候他不知道那么会跑的啊。虽然是遭遇不幸是吧？但是呢，人家真是千里驹啊！他得了冠军，是不是他会给他吃什么好吃的吗？奖励他吗？你自己在这骑过来吗？还是他给大米和那种豆？哦，大米和豆啊，这就算吃好的，吃的比较好，得了冠军吃好的。平常就吃草是吧？哎呀，真厉害！经常养的好呗。哎呀，来给我们照个相，给我们合个影啊！给我照在手机上，义军照在手机上，待会儿发给我。拥抱一个，咱再走会儿，你看还走。我现在对他了解的越来越多，我就觉得他当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我跟你在一起很快乐啊。哎，所以很快乐。没有。哎呀，他的我走一下。你知道，你看，甚至他的父亲可能会给他一种观念，就是说，你个人的快乐，你光图你个人的快乐是不对的。啊，快乐分享只有和别人分享的时候才存在。我的很多快乐就来自于我的爱分享的朋友，但是呢，我就觉得我很多快乐的时候是没法跟人分享的，或者说偷着乐什么呀？或者也没有必要跟人分享。你比如我一个人看夕阳，坐在这里，我老实讲，我并不需要另一个人在旁边，这个快乐会变成2个快乐，我觉得那都无所谓，2个4个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感受到的，中国古人讲什么？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每一次就是你们说了一句话开始，然后一开始他就继续说，然后我就一个人在这说，对中国古代人，应该是说这句话。我都不知道。那你说一句英文，我们也得给你翻译。我们不拿中国古代文化跟你抗衡，我们拿什么能干得过你这帅哥？不是，我说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快乐，一个是意义，这个是2回事的。快乐可以是你单独自己享受，意义肯定是跟你一个人只有关系，不可能的。是，今天咱们说了一天，就是说他快乐不快乐，一方面呢是挺高级的，其实不用说那种哲学上的不快乐，那我跟你说，那是人类根本的一种痛苦的处境状态，那是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今天年轻人他的很多不快乐呀，来自于真的生活上的很多问题，就是生活上的很多压力。包括你知道今天的孩子，我就有时候感觉到人比人呐，气死人呐！就是今天又有这个朋友圈，你知道吗？你整天就看到别的同学在炫，你知道有些小孩甚至跟我说，当然可能是少数孩子，他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现在有些我们这个同学啊，嫉妒心特别强。你比如说你出了点名哈，他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因为他成了个网红。他的同班女同学能够闲到，就是发动很多这个水军，甚至花钱买，就是要黑他。是因为之前我们都没办法联系到某生人了。对啊，现在我们就可以连接到无限的人，你都没见过，你都没听说过，不知道他存在，然后你会给他说什么？不是你工作的问题，你生活的困难什么，就是说，你看我多快乐了，你看我多成功的朋友圈，然后人就会觉得，对，
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但是到处都是有这种很开心的人，很成功的人，很快乐的人呢？对，他就给你一个完全假装的一个完全假的生活，对，存在的状态，不是真的。社交媒体真的不是真的。我现在觉得，我听你们说的，我就觉得可能快乐真的不止一种，其中有一种可能就是要你独身去探索的，也就是你一个人去，你才能发现那个真趣。但是另外一种快乐，可能就是你说的，其实我除了独身探寻之外，我还要把我探寻到的东西去分享，那就是意义，那就是我说的快乐和意义的区别。快乐不应该在你这里变成一个终点。对了，你知道，按照他刚才说的，那现在一个班里几个同学，有的同学发了，你知道吗？不，有的同学不是然后说秀出来，不，你先听完别人讲什么，就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有一个同学说我要分享，好啊，我嫁了一个很有钱的老公，然后呢，我就买单让我的同宿舍的女同学一起去欧洲玩一趟，对吧？分享，我很快乐，我跟你们分享。结果最后发现呢，他们都讨厌他，就觉得你就炫耀你多有钱。那些同学并不高兴，那并不分。但是你能说那个人是100%就为了别人开心的？你也可以就送他一个卡片、一个蛋糕、一个小杯蛋糕，他就觉得这个人想到我呢多好了。那你说，哎呀，我带你去巴黎，带你去这个地方，就最漂亮的地方，你说他一点点这个炫耀的感觉都没有吗？所以你看，我现在觉得竞争会让人心理压力特别大，尤其是今天这个成堆儿的这些年轻人，你记得咱们赛马吗？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说这帮人怎么这么没有秩序啊？但是他们无所谓，就慌就跑了，就是为了开心。如果是竞争，这怎么可以？昨天我看的特别高兴的，我看他们奔过来，那些人不是就是赢了以后嘛，就有的就是他们有的就是亲戚朋友是站在那个敞篷车上，然后那个骑手是在马上就是一路打的鞭，其实就是去庆祝嘛，对，哇叫一路喊，哇那个声音就是很真挚的，好快乐。那你觉得这个是快乐还是有意义的？我认为意义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这东西好吃，这我了解；谈恋爱谈得好的时候很甜蜜，这我了解，很快乐。你说什么意义？比如说我对我的现在一切非常感恩，好快乐。一个人在家里看不完的书，看不完的剧，看不完的电影，吃不完的饺子，还有那很多，你知道吗？就是饺子太快乐了。然后呢？为什么要给我发微信？对啊，得干活啊。对，就是说你焦虑的是怕这一切不要来什么无妄之灾，不要被破坏，所以焦虑由此而生，就觉得我得多小心，我得谨小慎微，我得保护好我现在很满足的生活，你知道吗？我并没有更高的欲望了。但是我怕的是以后挣不着这个钱了，你知道吗？小农意识非常强烈。对，真是我们跟我们一样的，差不多。这还有什么不快乐的？大草地全属于咱们仨，对不对？背后是湖，对吧？晚上咱们回去招待所还有床硬点，也有的睡，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对吧？人家不都说了吗？夕阳西下的时候，难道有人想鼓掌吗？对不对？所以要安静。这个时候就叫暮色。看月亮了，挺大的。月亮，月亮出来了。月亮在哪儿呢？月亮啊，哎呦。包括我们去那个，就这个篝火那个台那儿坐一下，好拍点特写。好。对，乱。你说罗朗是真的很帅，还是属于那种咱们看着外国人都挺帅的那种帅？对，第二种。好，来转，可以了。等会儿它露出来点哈，待会儿还会再露出来。我还得来这个赞美，对吧？赞美。哎呦，瞧瞧，哎呦呵，太给面子了，哎呦天哪！中秋那天在那个地方吃罗朗做的月饼，但罗朗不在，
对啊，对啊，那怎么办呢？但是罗朗还是要跟我们会合的。这月亮真好哈。就今天、昨天、前天我们就去的地方也挺多的，但是最美好的我觉得就是跟一军和文涛，就我们更了解对方。我珍惜的朋友，总有一点说的酸一点哈，就是对人生的求索。我觉得这个比珍珠还珍贵。我觉得罗朗本质上他还是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比我走得更坚定一些。就是你发现这两个人还是跟我有很像的地方，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再会合了，再过几天就又跟我们会合啊。好，不错不错，抓紧抓紧。哎呀呀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的。他恐怖犬它的叫声，破去的。我这个。那水管破了，爆了。啊，这就是德令哈呀！对，哎呀呀呀呀呀！孩子他就是在德令哈写的这个诗啊。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在红绿灯路口左转。张灯结彩。哇，这不是为了我们开的吧？这张灯。哎，这儿海拔多少？国庆，我太自作多情了，是国庆。哎呀，哎呀，坐了几个小时了？10个小时。10个小时啊，好像还不觉得太久似的哈。你看这个正午阳光照上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感呢？就是荒凉啊，荒凉很美啊。它真的荒吗？你看，当然没有植被，但是你看这个上面啊，一个土堆那个横切面都有一道一道，看到吗？太丰富了。就是这个雅丹地貌有好多个名字，你知道其中还有一个名字叫风的凝固态。真是我刚才就想说，你看那一片像是一阵风吹的，同一阵风这么吹过去的。哎，你觉得吗？这个进来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进来觉得像个剧场，像迎接我们的那种，就是甬道上的很多雕像。对，自高自大到了何种程度？不，全是迎接，全是欢迎您的群众，全是欢迎您的群众，行吗？就像昨天一来，人家冷湖那儿开着那个霓虹灯、彩灯，我说哟，为我们开的呀，人家说国庆节。来，冲群众挥手，已经。你看这个小沙粒儿，好硬，然后有个泥壳，泥壳下面是沙土。一个脚印也没有。看这个，就这个闪光的，就是这个东西。哎，对，是吧？闪你眼睛没有？你看这像不像一颗臼齿？
臼齿这么大。哎，我感觉这儿缓坡能上去，沿着龙背走向龙头。哇，太壮观了！天哪！这真是有龙群龙舞动的态势。你觉不觉得这像大河？就是我这大河流过来哈，我们这个是分流的龙头。人没来的时候，7500万年，它显然不是为你而设的，那它是什么呀？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不需要定义。你说人世间最快乐的事儿是什么？你说呢？我的体会，我说实在的，就是说我这辈子觉得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找着一个可心的女朋友，跟她一起就是畅游，这是我觉得最美好的，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快乐。就比如说有个喜欢的、爱得如火如荼的那个时候，甚至正在恋爱中、热恋中的那种女朋友，然后就比如说我们俩开着车就到这儿，哎呦，真是，我跟你说那些日子都是发光的。有。但是可惜好景都不长。你有同感吗？我现在想起来特别的搞笑，我就是做的那种长途旅行啊，都跟一个不是我男朋友的男的。特别搞笑，现在也是，你看，对，这是命吧？这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是什么东西？哎，你看那个上面是个什么东西？是车吗？哇！哦，这么多车呢。就是那是帐篷吗 ？Mars Camp 就是那个火星营地了。我们在这个火星营地干嘛呢？建那个原证明。再稍微高一点，再整体稍微高一点。我觉得右边高了点儿，左边再需要再高点儿。左边再高点儿。对，才平。你的挂画纹。哎呀，那我这眼神不太好。也是袁老师吗？对，你好，你好。你好，我叫窦文涛。哎，文涛老师好。这是这个周轶君。哦，轶君老师好。你好，你好。我们这个整个的火星营地就是为了培养火星移民工程师打造的。埃隆·马斯克不是说2040年第一批人类将前往火星，到了本世纪末将实现大规模的人类移民火星吗？感情您现在已经给咱们培养去那儿的人了，是吧？对。这边是南宇航员的睡眠舱。南宇航员是南宇航员的储物柜是吗？对，南宇航员的储物柜。哎，我们能进去看看？可以，对，进去吧。可以进。我等不及了，要脱鞋是吧？对，可以睡上一觉。真的吗？对，等你一睡醒了，发现我变成小鲜肉了。哎呦！好，来，您这边调的，不能睡时间太长，哎，不然起来就发现100年过去了。地球的朋友们，再见了。我们之所以在这儿建这个火星营地呢，就是你看到那边的那个雅丹地貌，哎，那个是俄伯良雅丹。哦，那就俄伯良雅丹。对，它被评为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是依托它的这个火星地貌，在这儿建了这个火星营地。
你不是北京人吗？啊，北京人。哎，那北京人怎么到这儿来你就不回北京了？对，我1年是长期在这儿工作的。我是一个科幻迷，就是从小就喜欢。你自己还写小说啊？对，是的，对，特别喜欢仰望星空，然后就觉得人类在地球上太小了，然后我们总要走出去看看。那你能舍下他们呢？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我父母把我生下来，他们的基因完成传递了；我把我儿子生下来，我完成基因传递了。那作为我个体来说，那我应该享受自己的人生。我是考虑我的父母、我老公和我儿子。那我觉得我的人生就会有缺憾。我太崇拜你了。那他们呢？能够这样，他们理解你吗？他们现在很理解呀，不然也不会让我1年4/5的时间在这儿。哎呀，很理解。你有个好老公，肯定也有好孩子啊。是。所以让你能够做梦。对。我迷恋这个地方，所以我现在能理解那些人说舍不得，是吧？你回你的上海吧。记得我上一季说你吗？就是狗熊掰苞米，爱一个地方，然后又说不走了，下一个又觉得那个又好。你为什么老要戳破别人的幻想呢？这前面有一个液氮地貌，它就像一个大肥猪的形状，下了个蛋，大肥猪的形状啊！你看，就这个。大肥猪是吧？啊，这个就像肥猪。哎，是像猪。你看那个嘴，你看那个嘴像猪吗？哎，真像个猪哎。你看我耳朵。哎，韩伟，你拍到他那个剪影了吗？好像一个猪啊。对。哎，俺们公母2个。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等于说风吹剩下的嘛，所以你就很难想象这个风啊，得有多大。很多时候加在你身上的迫害，你当时以为是倒霉，但是也许最后你这个人成为艺术品，就是靠你经受的磨难把你雕成这个形状的。人就是这样嘛，年轻的时候你肯定就是逆风而上，乘风破浪。哎，现在我知道了什么叫顺势而为。就像这个土，它总有去处，它总有去处。风从东边来，你就把我这儿吹平了；风从西边来，你把我这儿吹平了。就是我随着你雕刻我呀，硬的就硬的就留下来，就顶住，对吧？软的就被吹走，就是自然。其实强者都是别人眼里看的，他自己晚上咬着被子角，不定哭过多少回呢。所以你要说我唯一的劝告，我就是劝告就好，就活下去。只要你还活下去，哪怕你把我的这个的尊严都打碎了也不要紧。就像我跟你说的，哎，姿势很潇洒的过了这个坎儿也是过了，姿势很难看的过了这个坎儿也是过了。那什么叫姿势好看？什么叫姿势难看？你看看这个是馒头好看，还是那个尖峰好看？会看的话都好看，就都是人生。其实人就是一个特别自然的，对于外界的任何打击，就像这个风和水，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感谢一切这个打击，把我雕凿成了，我也可以说把我腐蚀成了我今天这样的造型。咱们俩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在这儿大发感慨？这就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道无二三呐。真是，我有一种世外的感觉吧，让我真是受不了了，我有点，你觉不觉得这个有点让人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不知道身在何方啊！我越往那边看，我越觉得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觉得好像迷失了一样。这就叫瞻彼大荒。
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我说咱们1年没见了，恍若隔世。我在现在才算看见了，恍若隔世。就是我有一种被这儿困住的感觉。就是2个字：绝境。我现在看着那片山呢，我甚至觉得并没有天外有天的感觉，就是尽头。我觉得有，你看那个都像一个小楼一样，那都能看见窗户的感觉。我觉得还有。我的意思是说，再往那边走也是徒劳的，都一样，就是重重无尽。就好像说你围着火星走一遭，对，你也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不断的移动转一圈啊。你哪怕在这种地方走多远，你也是永恒的轮回。我就绝境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发现讲这个绝境这个词特别有意思。你跟人讲的时候吧，如果那个人经历过什么，他心里有这个绝境，你一说他就明白了。他心里没有，他没有这个经历，他就不明白。谢谢了，俄伯良。挺吓人的。哎呦，真是，我有点感觉到想往下跳的。别动啊！我突然间觉得有一种恐怖。哎呦，干啥你？我得往后退一退，嗯。用一个词来形容，就叫荒寒，格外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就是一切似乎都停止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一片完全没有生命迹象的这个世界是那么有魅力呢？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就是精神上的超越。天地之间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一下子觉得你跟某种亘古不变的东西连接在了一起，觉得哎呀，埋骨于此也很好啊。我可能连骨头渣都不剩，就是好像这骨头像化灰一样，就在它那一阵沙尘当中一卷就没了。哎呦，太冷了，这个风哎呀！听听这个风，小心啊！这么大的风啊！那边是太平洋，看看我们的团队，我们的义军，小脸高粱红，好，看看夕阳像朝阳，看见了吗？天边一抹微红，地下荒寒的山水，再冷也值了。好，月亮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月亮升起来了。我还真的没有试过，就是静静的等着月亮出来这事儿，我还真没干过。你看过太阳升起来，太阳落下去，谁会等着看月亮升？第一次。是吧？你能看到它上升？天哪，这得把这几层云都突出来。哦呦，这是最美的！你看，一道黑云，哎，出来了！你看那个光。你看。哎呀，哇！多温柔的光啊！啊，最漂亮的时候，这是最美了哦。
你看咱们这个团队都是离家的人，到了火星，我们就是一家人，是吧？中秋节快乐！好，哎，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我们一起过中秋，都是远离父母家人啊。今夜我们就是一家。哎，真的，我觉得冲我笑呢。我一眯眼还有俩呢。我说好了，说一声，就说一声，还在那儿站着。好了。经常会有这个观星爱好者看星星，然后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就开始放烟花。哦，杨老师，咱们是有缘，都是北京来的，而且正好碰上中秋节。我们今天在火星团聚了。嘿，你看他离不了这茬。这是我们从西宁带来的青海大月饼，女士这个随便啊，咱们多少沾唇，因为毕竟是中秋节嘛。对，青稞酒，青稞酒。祝您花好月圆。好。有点意思。其实您说这光速飞船啊，我一直有一个想象，当然咱们都是这个科盲啊，但是从理论上讲，比如说啊，假如咱们这个视线上没有遮盖物，这个光线就像月光到达咱们也需要一个时间，那咱们仨这段影像，实际上在到达那个观测者的那个星球的过程中，不是以光线的形式在走吗？对，这个道理说得通吗？特别浪漫。假设离我们100光年外的那个外星人，他看见了，哎，这仨，啊，他们会知道，哦，这是100年以前的影像，在这个星球上，有这么一幕。但是实际上，我想说的是，理论上说，咱们这段影像，就是咱们没了，咱们这段影像也不会没。它只要光线没有耗竭，也就是说，咱仨某种程度上，这个中秋夜也是永远在的。对，在整个宇宙里可以说是永生的。其实现在也是个假象，就是我们说的。你比如说，我看到的易军老师的影像，不是他的现在，他传到我这儿是需要时间的，对，就只是很快而已。但这个很快，它也是光需要从那儿跑到这儿来。对，这至少2米的距离嘛，对吧？所以我看到的是易军老师的过去，对，他说的话我听到了，传到我的耳朵里也是过去，所以我们现在聊天其实没有现在，就是过去和未来。我今年因为这个疫情嘛，我也碰到了很多事情，而且我接触一些人，也发生了很多这个生离死别啊等等这些事儿。我说我想看看什么书呢，就是在讨论或什么人在讨论这个生死，然后呢。我就看不同的人，比如说我欣赏的人，我看他们都靠什么去战胜这种，比如说对死亡的恐惧。那每一个人最后他寻找到的那种凭借不同。比如说，我看那个画画的，那个大卫霍克尼，他就说凭借爱。他说我碰到任何困难，我就是凭借爱，我的心里想这个爱。那么也有做音乐的人，他就觉得音乐让他战胜所有的就是这个困难。闲聊吗？来一块。要叫我说啊，人人都有宇宙观，你认为你从来不想这个事儿，实际上你也有一个潜在的宇宙观。比如说，有些人及时行乐，他说我什么都不想，那你及时行乐的假定前提也有个3观，你认为生命有限，转瞬即逝，所以你要及时行乐，对不对？另说，但是呢，每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宇宙观。在指导他的生活的，对，你比如说他宇宙观认为咱都是游戏，咱都是被程序设定的，但是有自主的，自己还会改程序的，对，这么一种游戏里的人，对，所以我要脱离他的控制。你看这个火光下，他像不像他游戏里的人物？很像吧？对你真的，哎，你脑门子一道青筋往上啊！你看到没有？和宇宙的连接吗？有意思。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他们每年科幻文学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新的观念？有，比如说今年获奖作品里就有，星球是有意识的。我们都说人类有意识吗？星球也有意识。有一个当年著名的文人，就鲁迅的弟弟，叫周作人。这个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啊，他就说啊。
我们见到小孩子这个撒谎啊，我们往往就会说你怎么能撒谎啊？要教育孩子要诚实哈。他说这个往往你也是伤害了孩子的天性。他说因为很多时候小孩啊跟你说啊，比如说小孩说那个妈妈我比如说我旁边有个老虎，他不是在撒谎，他在幻想。就小孩有的时候跟父母说的是他的幻想。对，很多谎言是人类想象力。你比如说他一下就讲到古希腊神话，是不是谎言？就人类童年时期啊，就那种他想象的。对，他有时候根据他的想象跟你说，但他本心不是为了骗你害你，他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玩一些。是的。你说科幻是不是有点？是，他有这种心灵。是这样，您说的这个我深有感触。比如说我儿子，是个科幻迷，然后他就老是用科幻的眼光看世界，他跟别人聊天都很科幻。比如说，所以我们俩就能聊到一块儿去嘛。比如说跟别人很难聊。然后但是他到学校去呢，他还是带着科幻的视角去跟别人聊天，同学就听不懂。所以他慢慢他就不爱说话了，他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内向。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我发现我跟别人说话，他们都不爱理我。我说为什么不爱理你？他说。我跟他们说个事儿吧，他们就很奇怪地看着我，就那种眼神，就是你说什么呢？但是就觉得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所以他就久而久之他就不敢说了。我说你都跟他们聊什么呀？他说就聊什么意识啊、黑洞啊、光速啊。我说那你聊这个人家能听懂吗？肯定听不懂呀。就你说我们是一个鼓励幻想的这个民族吗？因为我最近就是接触了这个《山海经》，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里面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他说有一个叫那个伊木国。伊木国的人都长了就一只眼睛，那不就那迪士尼的那个 Minions？ 我们就是古人也是充满幻想的，他们有很多的，就是这种天马行空的东西。你拿到今天来说的话，不比那些美国大片、美国的或者说其他地方那些东西差。我后来看英国人，像那个培根，他就会认为，他就有点瞧不上希腊的那些东西。他说幻想是好，但是他是属于就是没有结论的，就是那种他认为是人类智慧的童年期，就是你还得从那个里头再走出来。所以他作为一个英国这个哲学家，他重视的是经验，就是说你天马行空想，但我还得重视我的经验，我的这个实践到一个实的这个东西。热爱想象力和不会走火入魔，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分际。我其实特别喜欢听人胡说八道，尤其是有学问的老师，胡说八道，不管我听到什么假说，都要等待证据，来才能信以为真。对，但是呢，这一点都不耽误我呀爱智慧。是，你知道有的老师啊，他跟你讲外星人讲什么，实际上他是在跟你分享，他勾引出很多知识。对，这些知识。哎呀，你听着好喜欢。就是脑洞最大的肯定是科幻作家嘛，就像叶永烈老师他写的那个《小灵通漫游未来》，我们那个80年代的时候看，哎呦，那就是您说的胡说八道嘛，对吧？那眼镜戴在眼睛里，然后还有什么电脑变成这么小，对对对，然后当时觉得这不就胡说八道吗？这是我们一代童年的记忆啊，叶永烈。对，你看这过了10几年吧，什么都变成现实了。哎，我就一直在想，比如说那个。咱们身上所有的原子都是宇宙大爆炸之后的产物，全都是，包括我们身上的原子，其实跟这个杯子、跟这个桌子、跟这个土没什么区别。你比如说，我手上有一个足够小的镊子，可以捏起原子来，但是不可能有这么个镊子啊。我们假设想象就有这么一个，我们把文涛老师身上的这个所有的原子，一个一个捏下来就摆在桌子上，一地散沙。捏到最后的时候，你就都变成原子了。那您的意识去哪儿了呢？所以就是刚刚说的您那个情景嘛，我躺在这个穹窿底下，我就仰望星空，我就感觉它像一个大罩子，四周全是星星，然后一道银河像牛奶一样泼洒天空，我就感觉我就不存在了呀，我的意识就已经和它在一起了，就连成一片了。对，就是刚刚文涛老师说的，他到了这种地儿，他就想，他说的死在这儿，其实是把他的意识留下。哎呦。原子还撒一地呢，还得帮你拿塑料袋装。胡适说呀，他小时候特别怕鬼，但是他后来为什么变成无神论呢？他看到了一个叫范缜的人，一个古人写的一个文章叫《神灭论》，他就说他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因为范缜就是说什么啊？
他就说啊，不要迷信，说这个聪明啊，就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啊，就说你的意识是刀的锋利，你的大脑这个物质是刀，对，你的意识就是刀的锋利，对，所以没有刀也就不可能有刀的锋利，对，所以胡适说一听这个就不怕鬼了。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量子力学，就刚刚您说的那个月亮，它现在变成这样，哎，你看刚才那么清晰，对，现在朦胧了，比如说原来没有我们智慧生命的时候，它可能都不存在啊，它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看了它一眼。物之所欲成色，对，我们看见它了，它就有颜色。对，然后我们没看它的时候，它就是一片概率云，它可能播撒在宇宙的各个角落里。但是当我们一看它，它就瞬间塌缩了，塌缩成一个月亮。怪不得我们今天看着有点那个眼花呢。但是这个问题，唐朝就有人问了，就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什么时候他第一次照到人的？对，是吧？江畔什么时候最早见到这个月亮的？我觉得至少我们跟宇宙是一体，对，是共同体。所以说，还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很开心啊，跟咱们这个脑洞大开的中秋节，对，中秋节快乐。哎呀，咱们拜月啊，在你这里赏月可太好了。是啊，火星上的中秋节，啊，是的。哎呀，您一说火星特亮那个是不是？那就是火星啊，那就是火星吗？我来给您印证一下啊，你看月亮旁边这颗红色的就是火星。还真是，所以它特别亮，还是红色的，很亮，真的是火星啊！对，火星。你看咱们中秋节这个圆月，而且咱们在这个火星小镇、火星基地啊，对着这个火星，哦天哪，火星！哎，你看咱们现在看着它，它上面有没有人看着我们是吗？不是，我觉得区别，咱们跟古人的区别就是。咱们现在知道它上面是什么样的，对，这多有意思啊！就是这个样的，就是咱们看见这个亚丹地貌这个样子的。对，你想那么一个星球，比地球小一些，对，是吧？好像是上应天象，咱们这个人间上应天象。冷湖火星小镇。对呀，你看，只有火星这么寸。对。